大家好，今天开始我们会有一系列的视频来介绍针对 AI 在金融方面的应用做了一些测试，哪一些开源的模型适合做哪一些金融方面的工作，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测试的方法，还有我们所做的基本的金融知识的问答的结果。这是我们 OSMB 的第一个视频。OSMB 是 Open Source Model Benchmark OSMB.AI 就可以到网站。所有的资料都是开源的，到我们的 GitHub 去下载所有我们测试的结果。现阶段针对 AI 模型的评分大概都是比较宽泛的，没有办法针对我的特定的某一些工作去判断说我现在要做的这个工作到底是哪一个比较适合我。现在最有名的就是大语言模型竞技场，还有一些其他像 MLU 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评分的指标，但是这些指标都是比较一般化的，我们认为的人工智能的工作。但是对于我们做业绩应用来讲，我需要知道的是我现在所做的这个工作到底哪一个模型适合我。当然都可以说我 ChatGPT 4O 是最适合我的，最高级的那个模型是最适合我的，但是最高级的模型意味着它的成本也比较高，而且如果你不是使用开源的模型，你有资料泄露的风险。所以我们针对了开源的模型去做一些测试，可能你的这些工作只要 7B 的模型，甚至手机的模型3.8B 的模型就可以去做的。那我不需要每一个工作都有很大的模型来去做。金融方面的名词的问答，还有推理，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工作，不同的模型都有不同的表现。针对金融方面好的模型，对其他方面不见得就比较好，像是艺术方面或者是医学方面，不一定一个模型它的分数高就适合你想要做的这个工作。OSMB 的测试方式是由使用者提供他的问题，有了这些客制化的问题之后，针对这些模型做反复的问答，然后看看他的回复的结果到底是不是符合我们预期，来去做一个评分。我们有几个基本的概念，就是我们会有主题，这些问题是金融的，或者是医学的，或者是科技的，或者是各式各样主题。另外就是会有一些数据集，可能是问答的组合，或者是一些参考的资料，让大模型去回答。另外是测试计划，我们会针对不同类型的功能去做不同的计划。目前已经有做了3个，每一个计划底下会有不同的测试，比如说金融方面的基本问答，有不同的问题测试它，或者是不同的问题会有不同的组合的比例。基本知识我可能要占逻辑的推理，我需要占50%，或者是基本知识问答我不需要那么多，我只要30%。那大部分是逻辑推理，可以在这个测试计划底下会有不同的测试方式。我们目前这个 OSMB 的功能还是测试中，所以内容做的比较简单，已经有一些测试的结果出来，可以供大家来做参考。左边这边有 test report， 我们点这个 test report， 目前就有3个测试计划，一个是基本的financial QA， 就是基本的金融方面的问答。第二个是我要从金融的文件里面去把一些信息提取出来。第3个是我们参考外部网站的function code， 我们给大语言模型一个问题，让它去建立这个function code 的URL 或者是参数。这个是基本financial QA 的第3版，我会去测试它的基本的金融的知识。那我们有一些方法论，我们在建立这个网站的初期，我们就已经把这个方法论已经写好，有在网络上，我们也有中文的版本，在 CSDN 跟 Medium 都有中文的版本。那这个连接是英文的版本。这 Key Finding 是针对结果，我们有一些总结。我们的所有的测试数据跟结果都是公开的，测试集里是 V0.3， 所以你可以从这边去看问题跟答案的。第一个就是 What is Microsoft ticker symbol， Microsoft 的股票代码是什么？答案是 MSFT， 应该回答我 MSFT， 如果不是的话，那我就认为它是错误。那这些问题跟答案都是由 ChatGPT 产生的，好，所以这是我让 ChatGPT 去帮我产生这些问题。那当然还是需要经过
一些修改，因为 ChatGPT 它产生出来的东西不是完全的正确，这个是有经过修改过的，所以我会有第3版、第10版、第5版有的不同。另外有一个可能是它的答案跟我的答案是不一样的，但是也是对的，这个也有可能。目前的版本我们只做一些简单的筛选，比如说大小写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如果说它写的是全大写或全小写，我们也都认为它是对的。提示模板的话，我们是每一个模板都是固定的，像这个问题集它有168个问题，在 question 的部分会用这整个提示模板把 question 放在这个地方，用这个当提示词去问大语言模型，它会回复给我一个内容，这个内容我再去跟答案去做比对，看到底是不是一致。这个是针对不同模型的结果 correct。就是正确率的话，几乎我们在所有测试里面，Llama 3的70B 都是分数最高的，它的正确率是69.08%。我们有168个问题，每一个问题我们会问模型20次，这个模型我们测试了这么多次。好，那为什么要20次？因为它不一定每一次都一样，所以我一定要多问它几次才可以。网络上就有人跟我说，我只要把 temperature 设成0，应该问它1次就可以。这个我不是很同意。我们不是去相信这个模型，而是我要知道我能信任你多少，而是一个比例的关系，并不是绝对100%相信或者不相信。Llama 3的70B 是最高的，注意这不是 Llama 3.1，Llama 3.1在这里，Llama 3.1的70B 是排在第5名，它只有66%，当然66跟69其实差异不大，基本上应该都是差不多的。调整一下我的 prompt 或者是调整我的问题，它可能这个也会有改变，也不一定。第2名是Llama 3.1的 405B， 因为在我的 Mac Studio 跑不了这个 Q4 的版本，就是4位量化的版本，我只能跑 Q2 的版本，所以这个是 Q2 版本跑的。其他的这些没有后缀的，大概都是 Q4 的版本。这个版本跑起来，它是输这个 Llama 3 70B 略逊一筹。再来是千问2的 72B， 那千问的表现也都蛮不错的，有时候会比 Llama 还高，大致上还是 Llama 3会比千问会好一点。再来就是比较令人惊讶的是，这个 Gemma 2 27B 的模型，它其实是可以跟这些 70B 等级的模型做比较的。Gemma 2它的3个版本都表现得非常的好，超过它同规模模型蛮多的。是最新出来的这 Mistral Large， 它是123B 的，那它其实没有前面的这么好。那我不确定，或许是我们测试的方式，或者是某一些参数设定不对，导致它的表现不好。不代表这个模型的绝对优点，是我们有一个大致上的范围，知道说这个模型在现在所做的这个测试里面，它的表现是这样的。它可能在另外一个测试，或者是我把 prompt 改掉之后，它的分数会大幅提高，这是有可能的。Wizard LLM 的 MOE 模型，这里是 Gemma 2的 9B， 它跑到这个地方来，它甚至比 DBRX 132B 来得好。那这个 DBRX 跟这一个 Command R Plus， 他们表现都不符合我预期。其实我觉得他们不应该这么差哈。实际上跑起来它就是这个样子。或许它适合聊天，它的优化在聊天，而不是在于这类的问答。尤其像 Command R Plus， 我一直教他用 JSON 格式回答，他就是用 JSON 回答的比例就很少啊。那大部分都是他会加一些奇奇怪怪的字，或者是他就不回答你 JSON 格式。或许我们优化之后，它可以正确率更高。另外就是 DeepSeek V2 的这个236B 的，它分数也不高。E 的也是34B， 其实它还算是可以啦。不过你看后面都已经是非常小的模型了，都是10B 以下的。Phi 3.5 是蛮低的，这我也是蛮惊讶的。其他的后面都是一些比较小的模型，比较小的模型它的回答会像这个大的模型那么高。当我在问他知识型的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我问他说 Microsoft 的股票代码是什么，他如果是小的模型的话，他可能不会有大量的知识储备在他的模型里面。
这个方面的问题应该是越大的模型它越擅长，因为大的模型它可以把所有的资讯内容全部都存起来放在它的神经网络里面。但是小的模型它就没有办法去存这么多的信息。模型的测试的结果我们测试了35个模型，那你也可以点这个地方有所有的模型的结果的数据，我是存成 CSV 所以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在 Excel 上面看。针对每一个测试的结果，我们也有就放在这儿包含它的提示词是怎样，正确的答案是什么，还有它的回答是什么。接下来就是这个 Key Finding， 针对测试的结果给一些简单的说明。拉玛3的 70B 在第一名，这是拉玛3跟拉玛 3.1 的比较。那拉玛 3.1 的 8B 就比拉玛3的 8B 好一点，这是有相当显著的差异的。在这些大型的模型的比较的话， Mistral 的 Large 123B 其实是没有这些其他的 70B 的来得好。Gemma 2的 27B 它表现还不错它比同等级的模型都表现得来得好很多。那一样 Gemma 2的 9B 它也是比其他的模型来得好。那 Gemma 2的 2B 比其他的2个 3.8B 的来得好。当然这些结果都是只针对目前的测试，包含就是我们的问题它可能也可以有修正的空间，我们的提示词也可以有修正的空间。今天我跟各位介绍了这个 Basic Financial QA 的这个测试的结果之后，我会再多一些视频介绍问答的内容的分布大概是怎样，还有介绍怎么样子去产生这个问答的数据集，还有其他的测试的结果我也会在其他的视频里面说明。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谢谢大家。